调查局在忙什么？郑明谦安安忙了政治人那些事，还有什么好洗地的？我想帮他讲话都没办法。调查局来查伪造文书，闻所未闻，法律团体将近约谈了70人，每一个人被约谈，他有4个调查官配合，总共全台湾动用了500人就好。真正的调查官全台湾也就1000多人，你看动用多少调查官在办国民党？那请问一下，难道没有更重大的刑案要办了吗？难怪共谍没有人手查。对啊，还有没有王法？还有没有天理？会澄清反映的调查局没有搜索令，直接到他家按门铃，拿了一份联署书，跟他说这是不是你签的？然后调查局要求在他家做笔录，还要验笔迹，还说不准录、不准拍，凭什么？最后调查局问他：你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我签联署书跟我哪个党有什么关系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被大搜捕之后，很多霸团都受到了重创，比较有名的霸双五啊，还有高雄霸双姐。不过恢复最快的可能真的就是地动山摇。大家很好奇，第一个罢免的进度到哪里？第二个搜捕事件到底对组织造成了多少的影响？那怎么来恢复的？我们罢免的进度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好，而且我甚至觉得我们因为检调的事情比原计划还要更好一些，因为激起了民愤嘛。然后其实我们为了避免毁灭性的打击，也就是我今天会坐在这边的原因。我再被抓走，对，怎么样有人可以上节目讲话？如果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我就不外乎分几种嘛。第一种是我就再被抓进去嘛。那我这部分其实我有跟各位讲说，我找站委员来负责总部的相关事务，行政处理上，很多人会提醒我们说，会不会又来搜索总部，然后把我们2阶段已经收到的联署书当证据带走？那这部分其实我们有做了一些相关因应的准备。所以无论是罢免、政治、舆论、媒体、宣传上面，我觉得地动山摇团队真的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组织跟团队。高安本来在霸团里面主要负责哪一块？主要负责裕民2路3号那边分部的运作，高志工的调度、街头游击队以及街头宣讲的部分。所以其实我在霸团也是有在提供论述上面的帮助。其实我找浩瀚当然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年轻嘛，我觉得政治工作一定要有年轻，要有血性，要有热情，我觉得这个是不外乎的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啊。那另外就是其实我现在有个人的粉专，但是其实我觉得还不够，所以我其实有请浩瀚去经营我们罢免总部跟分部的官方的脸书账号，让他们自由的去发文，去把他们第一线所观察到的东西可以发表出来。因为其实我们的笔法、我们的语调跟年轻人一定不一样，我们的受众年龄层可能会是在40以上，那他们的笔法其实就比较年轻、直接，情感的流露其实也会比较真切。他就有帮忙在 Threads 上面去打出一片蓝海。看到大搜捕的状况，非常多的人被羁押交保约谈嘛，你自己都被交保，这种压力是不是很大呢？另外有没有影响到联署意愿？我个人对于交保这件事情，当下当然是愤怒的啦。从4月14号到现在，这么多人被约谈交保，截至目前为止，最重的就是我满志刚、刘思义。我觉得其实北检它也是要设定一个目标值，第一个上台的永远会是标准值，后面再比照办理嘛。对。第二个是，其实因为我们50万交保，确实在社会上面对于检调侦办的手法，大家很愤怒，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导致后面其他县市地检署他们在交保金额上面不敢再拉到这么高。另外50万它是一个很直观的感受，盛淑英共谍20万，郑文灿贪污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赖以任伪造文书50万，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在街头的话，我觉得这东西蛮一体两面的。如果民进党今天做了这些动作是为了达成寒蝉效应，那他真的做到了。有非常多的人因为这件事情而站出来想要联署罢免50号，也有非常多的人他们害怕被查水表，包括我昨天在捷运站那边打街头游击，大概就有6-7位民众跟我们说他们害怕被民进党查水表，他们就没钱。他跑过来跟你支持。对，其实我们今天早上本来要开记者会，那因为这个陈情人最后还是对于他自己的个人资料还有他的隐私不是说顾虑，所以我们最后就没有开哦。那我们可能下午会发新闻稿。我们有一位陈情人来到我们的总部，反映的调查局直接到他家按门铃，没有搜索令，而且也不是把他当作证人来传哦。到他家去之后，拿了一份第1阶段的提议人名册，就是俗称的联署书，问他说这是不是你签的？一般来说，如果你要办伪造文书，你是会拿2张同样个资，但是2张笔迹不一样，所以一定有一张是假的，不会出现我只拿1张李义修就来说这张是不是你写的。但是我们的陈情人说他有来联署，但是他看到上面笔迹不是他写的，所以他怀疑今天调查局是不是拿一个假的证据去套他话。我靠！好，然后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哦，调查局要求在他家做笔录，还要验笔迹，说
这个未来要当做笔迹鉴定，凭什么？然后还说不准录不准拍，调查局在人家家叫别人不准拍不准录，还有没有王法？还有没有天理？所有的笔录都必须 recording 的。第二个，他要去拍调查局拿的那一张联署书，调查局说不能拍。假设这一张真的是他本人写，就是他的个字啊写的，凭什么不能拍？最重要的是这一连串所有的动作，在最后的时候，调查局问他：你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哇，太扯了吧！我签联署书跟我哪个党有什么关系？所以如果今天调查局问他说这是不是你签的，如果他说不是，那是不是就落入调查局的圈套里面说哦，你看霸团又伪造文书了，有民众说这张不是他签的，所以他说不是也不对，他说是也不对，所以他就直接跟调查官讲说，我有参与联署，但是这张的笔迹不是我。但问题是，今天他所有留的证据，如果要具备证据力，本身这个人必须是证人，他才可以作证。那是因为你是学法律的，你才知道这个逻辑啊。对，但是调查局凭什么没有把他列为证人的时候，就叫他把东西留下来，未来当作证据使用？不可能嘛！而且在人家家里做笔录，我真的没听过。你也请人家到市调处，证人如果不愿意去，那就是可以不用去嘛。当然，影片陈情人有给我们看，我们也希望他提供，但是他基于保护自己的隐私，他也怕这件事情如果曝光以后，会不会有第二波的骚扰？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的记者会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我昨天有问这个陈情人，你是哪一天来参加联署的？他说3月1号、3月2号那前后，证明调查局已经在针对吴思瑶的补件在启动调查了，意思就是没完没了啦。其实这位被调查局上门的民众，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退休的警察，所以他非常了解调查局系统跟警察系统他们是怎么办案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有智慧知道说，当调查局在看他们的联署书什么时候，他有去反收证。他跟我说个很关键，他说为什么他知道这份联署书不是他写的？对，因为零写错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份联署书从调查局那边出来呢？那这个东西经到调查局之后，还经过谁的手？所以调查局如果要钓鱼的话，可以用假证据跑到人家家里面去这就是问吗？问题，所以代表这叫抽查，或者是他已经锁定好了。哇，这真的很扯欸！如果他今天不知道的话，那肯定活生生被搞死啊！但是笔录还是做了。如果今天不是调查局上门，刚好遇到一个曾经是在警察体系知道要做这些动作来反制，那到底还有多少人被调查局这样子搜索，然后呢不敢站出来讲的，或者是没有反搜证观念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这边也呼吁这段期间如果有调查局的人到你家做类似的事情，我们真的很诚挚的，也很拜托各位到我们总部来，那我们就一起开记者会，我们会竭尽所有的可能去保护我们陈情人的所有的隐私。好，但是我们希望可以提供素材，甚至是您人可以出现，或告诉我们你们遇到这样不公不义的事情。我认为这非常可恶哦，而且我这边公开呼吁所有的公民哦，遇到你觉得这种事情它不应该发生，违反司法程序的话，第一个报警，你要留记录；第二个，你应该把它公开。公开之后，这些人还不会继续的用非法的手段，或者根本就是违反常理的方式来进行。你越不敢公开，他越敢做手。就像之前吴宗宪立委说的，没有能不能，只有敢不敢。更夸张，调查局是台湾的精锐。各位，调查局的警察不是一般警察，他叫调查官，所以很多要升警政署长，他们都必须要有调查局的资历。而且调查局是专门侦办一些重大刑案跟组织犯罪，就是调查局来查对伪造文书，闻所未闻。真的，中华民国所谓的重大刑案是本刑7年，本刑5年以下，他查什么查？从4月14号那天开始到现在，关于法律团体加起来将近约谈了70人，每一个人被约谈，他有4个调查官配合，总共全台湾动用了280人。动用这280人只是有出现的，他在整理所有的证据、梳理、爬梳这个案情，绝对不止。我们跟你说，他整数500人就好。那你知道全台湾的调查局有多少人吗？2900人，含文书、行政、科技鉴定，含实验室的那一些。所以呢，真正的调查官全台湾夯不啷当加起来也就1000多人。你看有动用多少调查官在办国民党？我第一次被办的时候，我那个调查官他就是其他地方调过来，代表市调处人手不够啊，就为了办理这个案件，特别从其他地方借调过来办你们专案，不是北市调处自己的人。那请问一下，难道没有更重大的刑案要办了吗？所以我昨天在中天我才发飙啊，难怪共谍没有人手查。对啊，难怪20万就让你交保了。所以这就是问题啊！现在有这么多的治安的案件他不办，他去办政治案件。靖检他都讲了，彭宏威就问郑明谦，那调查局在忙什么？那个忙了政治的那些事，还有什么好洗地的？我想帮他讲话都没办法。你要是有种，你就讲说忙着办伪造文书，自己说溜嘴，对嘛？还有奖金呢，真的是无耻到了极点，这也是前所未见的。
他真的非常的 shock 哦。可是吴思瑶要被罢免，他还是一样嘎嘎啦嘎啦讲了一大堆哦。最近司法法制委员会赵委庄瑞雄召开针对立院资安还有325违法集会，另外呢防止共谍渗透等进行专案报告啊。但是呢周万来跟蓝白立委皆没有到场。吴思瑶在受访时表示啊，周万来就是周乱来，他无视立法院内部的规章制度呢，成了万年的周不来。立法院长韩国瑜因为替周万来请假，所以创下立法院前所未有的恶例，让立法院成为违法法院。你怎么看？他们既然都已经去脉络化，那我们就把这个脉络给补齐。从头到尾是司法法制委员会召委庄瑞雄，他要针对3月25号有关于在野党提出2个公投案，以及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当时有一个会议继续，但是民进党委员自己不在，所以呢导致表决的时候他们不在之后呢，要推翻这个决议，所以他们一直在强调是3月25号那天会议无效。那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因为会议就是有效，韩国瑜已经做出很多次的解释了，所以现在的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礼拜1、3、4全部都排的是要周万来备选。之前周万来已经请假过一次，是韩国院长帮他请假的。去年国会改革无法的时候，藐视国会罪，在野党立法委员说，只要有官员敢不来，无论是委员会还是院会，只要不请假，只要你没有出现，只要缺席，你就是藐视国会罪。大法官说不请假没关系，抵触宪法无效。这个是民进党的大法官做出来的决议，当时民进党所有立法委员都支持哦。所以请问一下，今天周万来不来，请不请假有什么关系？你民进党是支持官员可以不请假就不来哦。当时黄国昌还特别质询周万来，问他说以后官员如果不来怎么办？因为大法官已经做出解释了，周万来也是说那我们没办法，立法院没有办法再制定其他的，不管是立法委员职权行使法还是立法院的组织法，都没办法去规范官员不来怎么办。按你的逻辑，今天周万来就是你们要备选的官员，当然可以不来。韩国瑜帮他请假已经是给你们面子了，我可以说不来就不来，大法官说了算。第二个，周万来是立法院的秘书长，所以呢，作为5院之间院际的地位，确实院长不能来，只能秘书长代理。吴思瑶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恶例，对不对？我跟各位说，去年的12月18号那一天，我人也在立法院，徐新莹委员主持的内政委员会，行政院的秘书长龚明鑫下午直接带队走人，人就不见了，打电话给他，他不接。高金委员气炸，说要送他去纪律委员会，因为那一天徐新莹委员根本就没有说散会，而且他是有说会议继续。他是谁？行政院的秘书长，都是秘书长，为什么龚明鑫可以带队走人？你民进党没有半句话。今天周万来就已经是遵循你们大法官做出来的解释，我不来就不来，那又怎么样？所以不要带风向，不要去脉络化。今天就因为他叫周万来，你们就可以讲说周乱来叫周不来，拿别人的名字去取笑。那吴思瑶，你觉得吴造谣吗？所以不要每次在论述的时候都去脉络化。今天又是绿能你不能，而且那个更夸张，带队离开，事后还在帮他洗地包装胡扯，所有在野党的内政委员会的委员都气炸，因为那就是最标准的藐视国会。那但最后怎么样？民进党也是护航，这个哪有藐视国会？所以民进党还是我回的那句话啦，一群巨婴而已。其实吴思瑶就是想透过蹭韩国瑜来创造声量，告诉大家我们是很有在做事情的，他要展现给他的选民看。他想表现出现在立法院是他在负责，因为老柯已经被下了封口令，而且失踪了都没有回来。因为民进党也知道，大罢免过程当中失言最多的人就是柯建铭，最容易变成在野党攻击的破口也是柯建铭，整天胡言乱语也是柯建铭嘛，狠起来连自己人都不放过都攻击的人是谁？也是柯建铭。只要不合他意，所有人都中共同路人嘛，连林濁水都变中共同路人，是不得了，所以他就被下令封口，去日本休养。不过我告诉大家了，柯建铭不可能闭嘴多久，人多死于话多，而话多的人他必须死于话多，他是不会停止的，因为他叫柯建铭。所以民进党连堵他多久了，你不要想太多了。柯建铭知道秘密有多少，赖清德敢动他吗？不可能。赖清德在总统府召开 barbecue party 的时候，除了痛骂林代化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柯建铭直接双腿打开坐在前面，几个高压叉离啊，林北多啊，你喜不要弄？谁才是教父？赖清德还得站着，他坐前面。这柯建铭来讲爽啊！